老者听到林婉儿的话，连忙追问道：“小姐，那个人知道他失败了吗？”林婉儿摇摇头，当然不知道，否则的话，他怎么会就这么轻易放我们走？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“他还会某种很强大的催眠暗示，万幸是我成功把他的注意力从你身上吸引了过来，否则如果他当时把催眠暗示放在你身上，我们就露馅了。”老者听闻，后怕之余也不禁感叹，看来再高超的手段，在小姐您的身上都没什么用处。林婉儿落寞地叹了口气，怅然道：“父亲留给我的本事不多，这算是其中之一吧。他但凡能教我点防身之术，我现在也不至于这么被动。”说罢，他摆摆手，对老者说道：“算了，你去收拾一下东西吧，除了必须的东西，其他都不要了。”“好的，小姐，老奴告退。”老者恭敬地说完，转身离开了书房。老者走后，林婉儿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块不大的木质灵牌，上面写着8个大字：“先父林主鲁之灵位。”林婉儿仔细端详着这块灵位，口中低声念叨道：“父亲，女儿不孝，您拼死留给我的戒指，被女儿送给了别人，不是女儿不想护她周全，实在是能力有限。今日若不是那叶晨忽然出现，女儿怕是已经落入贼人之手。我看那叶晨面相不似坏人，而且又有大神通，戒指在他手里，应当能发挥出真正的功效。”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“对了，父亲，叶晨与我们拥有相同的敌人，而且看起来他目前尚处于暗处，说不定将来他能手刃我们共同的敌人，替您完成遗愿。”随即，林婉儿陷入沉默，她不禁回想起那枚戒指曾在叶晨手中竟发出一声剑鸣，那剑鸣清脆悠扬，令人神往。一念至此，她暗暗做出决定，随后将灵位以及桌面上的9枚铜钱全部收入背包，迈步从书房内走了出来。别墅外，那老者正在收拾东西，他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从其中一辆车里陆续拖出，最后整理了2个大箱子。见林婉儿出来，老者连忙上前问道：“小姐，您的青花瓷应该不用带了吧？”林婉儿迟疑片刻，轻叹道：“还是带着吧，终归是华夏的东西，留在这里说不定会被那些不懂的人毁了。”说着，他又道：“把已经打包好的青花瓷都带走，回到华夏之后，可以找个机会捐给博物馆。”回华夏，老者满脸惊讶地问道：“小姐，您不是要去俄国的远东吗？我们在那里有稳定安全的产业，去那里比回华夏更不容易被找到。”林婉儿摇摇头，淡淡道：“不去俄国了，我要去华夏找今天那位叶先生，他这个人一定非常有意思。”老者忍不住道：“小姐，偌大的华夏14亿人口，我们要去哪里找您说的那位叶先生？”林婉儿道：“叶先生普通话很好，字正腔圆，而且发音准确，几乎听不出有什么口音的痕迹，所以我推测他大概率是北方人，而且大概率是燕京或者燕京周围几个省市。到时候我们先飞燕京，在燕京寻找线索吧。”“好。”老者点点头，那就去燕京。此时的叶晨在回到伯根机场取回自己的车之后，便按照原路返回海伦娜的行宫。这一路，他的心思一直在那枚奇怪的戒指上，所以他左手握着方向盘，右手一直攥着那枚戒指，不停地在手中揉搓，也不停地向其中释放些许灵气，试图揣摩这东西的真实用途。这枚戒指与灵气之间有着一种很强的相互吸引力，但奇怪就奇怪在灵气渡入其中，没有得到任何实际转化，这让叶晨心中十分诧异。按照能量守恒的定律，能量是一种既不可能凭空出现，更不可能凭空消失的存在，就好像一盆热水放在室外，哪怕最后凉透了，那些热量也不是凭空消失，而是通过空气以及其他物体释放到了大自然里。只不过一盆水的热量对于整个大自然来说显得有些微乎其微，但在微乎其微也是切实存在的。可是
叶晨陆陆续续渡入戒指里的灵气，却仿佛石沉大海一般消失不见，得不到任何回应。叶晨愈发觉得奇怪，在他看来，一件法器其原理等同于一件电器，只不过法器需要灵气驱动，而电器需要电力驱动。把电输送给热水器，就会转化成热能；把电输送给电动机，就会转化成动能；把电输送给电灯泡，就会转化成光能；把电输送给电解设备，就能转化成化学能。就好像把灵气输送给惊雷令，能够转化为自天而降的雷电；把灵气输送给穿魂刃，就能转化为无坚不摧的利刃。可这戒指吞了自己这么多灵气，却仅仅转化了几声嗡鸣。一枚戒指发出类似剑鸣一样的声音，这本身也很奇怪。这种现象诡异的就好像给电风扇通了电，电风扇的扇叶没转，也没有产生任何风，但却凭空发出了吹风的声音一样，无法解释。叶晨一边纳闷，一边像输红眼的赌徒，不断向赌桌丢筹码一般，不断向戒指内输送灵气，一直到体内一半灵气都打了水漂，叶晨还是没能得到除了嗡鸣声之外的任何反馈。他有些气不过，趁着还没到目的地，干脆掏出一枚培元丹，与那枚戒指一同捏在指尖，随后一咬牙，将体内几乎90%的灵气全部强行输送到这枚戒指内。他觉得自己把绝大部分灵气都输入其中，这鬼东西多少都要给自己一点不一样的反馈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戒指依旧像一个灵气黑洞，在吞噬了自己这么多灵气之后，依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。叶晨无奈，为了填补体内灵气的亏空，只能将一颗培元丹丢入口中。待澎湃的灵气迅速扩散之际，他再次将近半灵气渡入戒指中，可是结果依旧令他失望至极。某一刻，叶晨恨不得赶紧再掏出一颗培元丹来，跟着戒指死磕到底。可是理智最终还是战胜了他的冲动。培元丹弥足珍贵，没必要为了这么一个坑货戒指，把自己的培元丹陆续都搭进去。眼下这种情况，及时止损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于是他只能悻悻地将戒指装回口袋。虽说这戒指究竟有何神奇之处，他也没能弄得明白，但是潜意识告诉他这东西绝对不简单。要知道，这是连那个神秘英主都迫不及待想要得到的东西，连那种高高在上的人都处心积虑想要得到这东西，就证明了这东西一定有着某种自己尚且不知道的价值。所以这枚戒指一定要好好保管，将来说不定能有大用。更何况这东西吞了自己超过1颗培元丹的灵气，投入这么大，一定得找机会让它连本带利都吐出来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